现如今，榴弹炮作为一种适合打击隐蔽目标和地面目标的野战炮，发挥着愈加重要的火力支援作用。今天就带大家看一看现今最强的10款自行榴弹炮。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Top 10 M110A2 式自行榴弹炮。M110A2 式自行榴弹炮最早定型于1978年2月，并在1980年开始装备美国陆军。而当时作为口径最大的203毫米榴弹炮 ，M110A2 型主要改进了采用新型弹药，使得发射榴弹时的最大射程达到了22.9公里，发射火箭增程弹时的最大射程达到29.1公里。而 M110A2 拥有这么大口径的同时，威力自然也不低，其榴弹杀伤范围达到了惊人的72×18平方米，相当于现今3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这威力在现今也是很恐怖的。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也曾经向美国买了75辆 M110A2， 与 CM24 装甲弹药运输车辆搭配使用，部署于中部10集团军直属炮兵群和北部第6集团军。Top 9 19式自行榴弹炮，它是日本自行研制的一款155毫米轮式自行火炮。整体车长11.4米，车高3.4米，最大战斗权重30吨，最大公里时速为70公里每小时。而19式自行榴弹炮也可以作为履带式底盘的99式自行榴弹炮的廉价替代品。从作战效率来看呢，19式是世界上最大的卡车炮之一，配备155毫米 L52 榴弹炮，与99式自行榴弹炮的主炮相同，都是 FH70 155毫米 L39 拖曳式榴弹炮的长身管板。发射标准高爆榴弹时，最大射程为30公里；而发射火箭增程榴弹时，最大射程可以达40公里，最大射速6发每分钟，爆发射速更是可以达到3发18秒。不过19式自行榴弹炮并没有装备装甲，而且没有配备任何防御性的武器，可以说是一款攻高低防的火炮。Top 8诺拉 B52 式自行榴弹炮，它是塞尔维亚新一代的155毫米 L52 型自行榴弹炮，由南斯拉夫的 SDPR 生产，采用8×8越野卡车底盘，炮塔安装在底盘后部，整个武器面向底盘后方安装。该炮战斗权重为34吨，最大公路行驶速度可以达80公里每小时，在行军过程中通常转向前方。而且该炮配备的是自动弹药装填系统，最大射程取决于弹丸装药组合方式。它发射增程全膛底排弹时，射程可以达41.2公里，而且该炮未来能够发射增速弹丸，使射程增至65公里。此外，还可以发射激光制导炮弹，其标准配置还包括计算机火控系统和地面导航系统。该炮还可以为成员和武器提供弹道防护，使其免受轻武器火力、炮弹破片和部分地雷的威胁。Top 7 ATOMS 2000自行榴弹炮，它是以色列的索尔塔姆系统公司开发出的新型 ATMOS 2000型52倍口径155毫米自行火炮系统，使用北约标准的155毫米弹药，全膛底排增程弹射程达41千米，还使用独特的辅助装填装置，最高射速达到20秒发射3发炮弹，持续射速为60分钟发射70发炮弹。火炮使用先进的火控系统，包括导航、瞄准系统和弹道计算机。系统采用了泰特拉6×6越野性能，公路最大速度80公里每小时，作战行程1000公里，能够翻越0.6米的垂直障碍，跨越0.9米宽的壕堑，涉水深度达到1.4米。而 ATMOS 155毫米火炮系统可以选择39倍、45倍或者52倍口径的炮管。研制计划的发展和实验阶段已经被成功的完成。Top 6凯撒自行榴弹炮，它是法国一款卡车式自行榴弹炮，车身全长10米，车高3.7米，最大速度100公里每小时，最大行程600公里。而凯撒在其设计上最重要的就是机动性和载重。当时为了提高战略机动性能和战场机动能力，法国挑选了很久之后才选择了德国的 U245OL 型轮式越野载重车，主要是因为它的外形比较低矮，后面的4个车轮离驾驶室的距离比较远，适用于承受长达8米的炮管和整个火炮的重量，也更便于在复杂的地形快速机动，而且可以减少被敌人发现的概率，进而提高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再加上由于采用了轮式载重车作为火炮运载车，大大减轻了武器系统的重量，使得凯撒的战斗权重仅为 17.7 吨，可以直接驶入 C-130 运输机进行远距离的空运。Top 5，普莱莫斯自行榴弹炮。它是新加坡于1996年起研发的155毫米39倍口径自行榴弹炮，车长 10.21 米，车高 3.15 米，战斗权重为 28.3 吨。在命名上，新加坡人也霸气地将它命名为普莱莫斯，在拉丁语里面是第一的含义，同时也契合了新加坡炮兵部队的格言 In Orient Primus， 翻译过来就是东方第一。而普莱莫斯的电动炮塔可以旋转360度，紧急情况下呢可以手动控制。其155毫米39倍口径的火炮最大射程依所发射的弹药组合类型而定。使用远程全膛底排弹时，最大射程可以达30公里。因其采用了标准半自动装弹系统，减轻了炮兵的劳动强度，所以每分钟可以发射6发炮弹。而且由于其采用了标准数字化火控系统，所以普莱莫斯榴弹炮还可以自动瞄准目标。Top 4 K9 雷声自行榴弹炮。此款榴弹炮为韩国三星公司研制的一种履带式自行榴弹炮，采用了韩国自行研制的52倍口径155毫米榴弹炮，整体车身长12米，车宽3.4米，战斗权重 46.3 吨，其最大射程和反应能力都达到了先进榴弹炮的标准，其综合火力性能是 M109A2 自行榴弹炮的3倍，再加上 K9 自行榴弹炮采用了新研制的底盘，装配有德国 MTU 公司生产的 MT881 KA500 型8缸水冷柴油机和 X1100 5A3 自动传动装置，以及采用了 K1 坦克的液气悬挂装置，使得该车具备了相当不错的机动性能，最大公路速度达到67公里每小时。在利用其车载火控系统，可以实现3发弹同时弹着，而在发射增程底排弹时，最大射程更是可以达到42公里。Top 3 PZH2000 自行榴弹炮。它是德国克劳斯马菲威格曼为德国陆军研制的新一代自行榴弹炮系统，整体车长 7.92 米，车高 3.06 米，战斗权重60吨，最大时速可以达60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420公里。而 PZH2000 最强之处在于它的机动性和装填系统，由于配备有整合的 GPS 和惯性导航系统，使得 PZH2000 而且无论如何移动都能够马上利用 GPS 确定本身位置。而 PZH2000 从行驶中停下来到备变射击花费不到30秒，完成射击并且驶离阵地也控制在30秒之内。再加上自动炮弹装载系统由电动机驱动，使得 PZH2000 自行榴弹炮可以在不超过10秒内发射3发炮弹，在 59.74 秒内发射12发炮弹，或者在1分47秒内发射20发弹药，以及每分钟8发连续射击。Top 2 2S35 自行榴弹炮。它是俄罗斯自主研制的一款52倍152毫米自行榴弹炮。从 2S35 履带式自行加榴炮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它最为强大的方面就是其射速和射程。由于 2S35 自行榴弹炮采用的是自动化弹药装填系统，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体的自动化水平，使其开火速度大约为每分钟16次发射，实际射程为40公里，比其前辈 2S19MS-TAS 型自行火炮的20公里增加了1倍。其备弹量也是达到了60发，能够发射包括底排榴弹、火箭增程弹以及多种不同类型的152毫米口径炮弹。其中发射底排榴弹时最大射程为40公里，发射远程精确制导炮弹时最大射程为70公里，而在发射新型冲压增程制导炮弹时，最大射程更是可以达到100公里，可以说是冠绝群雄了。Top 1 M109 自行榴弹炮。作为美国上世纪60年代服役的一款自行榴弹炮， M109 自行榴弹炮发展至今已经有了许多的型号，其中 M109A6 是现今美国装备的主要型号，它几乎具备了新型火炮的所有特点，比如说有自动火控计算机和车辆的定向装置，弹源的初速能够达到827米每秒，极限下的最大射速可以达到8发每分钟，最大射程则为24公里，而它的炮塔能够360度旋转，并且是全封闭式的，再加上外形低矮，所以射击稳定性很好。而在2018年，美国曾经展示了最新的 M109A8 型自行榴弹炮。与以往的 M109 系列的升级不同， M109A8 采用了一根
58倍镜的超长炮管，在发射 XM1113火箭增程炮弹时，射程可以达70到100公里。而就在前年，台湾向美国订购了40门 M109A6 型自行榴弹炮，预计在2023年到2025年完成交付。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后面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拖曳式榴弹炮的解析，到时候可不要错过精彩内容。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